比特币会在这周就上攻10万吗？ Solana 即将突破历史新高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我们先打开一个图表呢，来相对照一下，也就是 USDT 的市值。因为我们都知道 USDT 它是稳定币，它跟美元是挂钩的，所以当它的市值增加的时候，就代表 USDT 被蒸发了。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过往的数据，在我们出现这种比较快速上涨的时候呢，其实也正好是 USDT 它在快速蒸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往呢，从15000一直到3万的这段行情啊，我们的 USDT 是有快速的蒸发的。然后我们在2万到3万之间震荡的时候呢， USDT 的蒸发速度呢就很显而易见的慢下来了。那我们到25000一直到74000的这波上涨呢，我们 USDT 的蒸发速度啊，它又加速了。那直到我们现在，我们 USDT 它的蒸发速度呢，它又呈现了这种抛物线式的上涨啊，比我们过往的斜率都要来得更斜。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蒸发的过程呢，我们从660亿一直蒸发到830亿左右，也就是这中间呢大概增加了150亿。那150亿啊，就把比特币往上直接推高了15000美金。那你可以看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从10月28号一直到我们现在也大概就是个20天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增加了80亿美金的资金到我们的加密货币市场里面。那这些资金注入呢，其实最受益的一定是比特币。现在市场上要有资金流入呢，最主要是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场外 OTC， 那这种我们透过图表呢是比较难做监控的，这种最好的方式是做链上数据但绝大多数的链上数据呢，其实也都没办法非常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那还有第二种，就是我们最传统的，如果大家要买比特币或甚至要买其他加密货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利用 USDT 然后再去购买其他加密货币。那我们直接观察 USDT 有没有被蒸发，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市场它接下来会上涨还是下跌。那第三种呢，就是 ETF， 这个是我们每天都在关心的。那既然我们现在有 USDT 的资金挹注它还是有各种不同的管道呢，可以到不同的标的上面比如说它可能到以太坊，它可能到比特币，可能到山寨币，可能到迷因币，可能到各种各样的币种。但其实我们从 Bitcoin Dominance 来看呢，目前还是在往上走的过程，所以最受益的呢一定是比特币。那我们在这波上涨的过程当中最强势的，至少总和来说也绝对是比特币。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再切小一点点，我们来到日线其实日线的话，你可以观察我们最近的回调，其实它都还是很强势的。如果说我们在突破的过程我们就出现了比较大幅的回调，也就是我们回调的幅度占我们上涨幅度很大的比例的话，那其实就不太妙可是我们现在是没有看到这个状况。那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呢，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供应的出现不过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呢是资金费率，很多人都在关心资金费率。我们最近的资金费率呢，确实随着我们的行情往上走，它确实拉高了不少但我认为现在的资金费率呢，其实它还在比较稳定准确的范围之内其实资金费率呢，它并不只是很纯粹的看它的高低而已它还要取决于这个行情的周期。如果说我们在一段多头的初期比如说我们当时在2-3万的时候，那么资金费率呢，它一旦是高于基础费率它其实就不太健康。可是我们现在的多头已经走出去一段市场上至少绝大多数的人呢，除了新进来的人都认可我们这样的多头行情的时候，我们的资金费率它的限度呢就可以再往后移一点我认为至少以现在的市场阶段来说，可能要到 0.4 到 0.61/4到6/1000之间呢，我们才可以说这样的资金费率是比较高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暴涨的时候呢，我们的资金费率突然的飙高，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要想我们在上涨的过程会有很多空头被止损或被爆仓，那这些空头的离场呢，其他的多头就没有对手盘。那么我们在上涨的过程这些多头它也会用更高的杠杆去开更大的仓位。所以我们在观察资金费率的时候呢，最好是等我们的盘面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同样一个水准的价位已经震荡了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的资金费率是比较不会失准的。但如果说你在暴涨过后，你突然来看资金费率，它是一定很高的那所以现在的资金费率，我不认为虽然说高了一点但我不认为这样是非常夸张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而且你可以领2个$500，
上面这个链接呢，你可以领比特币或以太坊的。那下面这个链接呢，你可以领新上市的币种。那你只要有赚钱，你都可以直接把币给全部提走哦。那现在 Rumax 也有办交易比赛，有送$10,000还有 iPhone，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这非常优惠的。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最近 ETF 的状况吧。我们最近呢，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啊，我们终于终结了连续2天的流出。我们在周一啊，我们就流入了2.54亿。其实这样的流入量呢，对于比特币来说啊，虽然说不多，对，没错，我们跟前面比不多，可是它至少已经终结了我们连续2天的流出。我们在过往有提到当这个流出被终结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底部就出现了，或者是说我们下一波上涨的起点就已经出现了。而且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最近的 ETF 的流入呢，其实是我们史上最快。虽然说我们目前开放 ETF 到现在也不过就是1月11号一直到现在连1年都不到的时间，但我们目前的这一波流入潮，它的流入速度呢，绝对是最快的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目前主要就是2波流入潮，中间的震荡我们就不说了。第一波就是我们在今年2、3月的时候当时比特币从38000一路涨到74000。那我们最近这一波比特币它是一路从49000一直到现在的93500那你可以看我们现在这一波的上涨的斜率流入的速度它绝对要比我们在今年2、3月的时候要来得更快所以以目前来看呢 ，ETF 的流入现在也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好，那我们呢再来观察一下 Solana 好了。Solana 最近呢，它其实也是涨得很不错，大家可能都忽略它了，或者说比较没有注意到它。你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从8月5号的低点从110块一直到现在必须说 Solana 它是从所有的有一定市值的币种里面走势最强劲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从110一直走到现在它已经翻了124%了，上涨124%。那我们上一轮牛市的前高呢，就在265左右那我们现在大概在240，其实这20几美金的距离对于 Solana 来说，不过也就是10%不到甚至不到。那我认为是非常非常迅速就可以去克服掉这个距离，很快 Solana 呢就可以创造出我们这轮牛市的新高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至少在有一定市值的山寨币里面呢，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币种它已经来到了我们前一轮牛市的新高了，从来没有的。那我们 Solana 也是从8块开始起涨的，所以它的强势程度还有它上涨的这个幅度呢，都是毋庸置疑的。那如果你去跟比特币做比较的话，你也会发现Solana 的强势程度在我们这波上涨当中呢，是绝对没有逊色于其他的币种绝对都没有逊色于而且它是我们市值一定的币种里面呢，确实是表现最好的。为什么我们要从有一定市值的币种里面去挑选我们要操作的标的呢？因为如果说这个币种它没有一定的市值那它就很容易被控盘它就很容易有这种流动性的危机，很容易有暴涨暴跌的状况，就不方便我们去做操作。那 Solana 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那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看好 Solana 未来的表现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ETF 它的强度好了。或许很多人他都没有感知到 ETF 它对于整个市场是有多大的震撼我们都知道黄金的 ETF 呢，它是自从2004年就批准上市，到现在呢已经过了20年的时间了，整整20年了。那它所吸收的资金呢，总共是1263亿这些黄金 ETF 的管理规模经过了20年的累积是1263亿。那比特币呢，在今年的1月11号正式上市以后，过了不到1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有着802亿的管理规模了，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也就是比特币 ETF 的吸收资金的能力呢，要远远大于黄金 ETF。那我们还可以再看另外一个数据，黄金其实很多时候它可以跟比特币拿来做相比较，因为它们两者呢都是抗通膨的资产只不过黄金它又抗风险，那比特币它比较不抗风险一点。比特币呢，它还可以跟传统金融的这些资产去做比较，比如说其他的 ETF， 像是 VOO 就是做标普500的。通常我们会把这种股票指数呢视为是一种非常稳健的投资标的。我们在过往的70年过程当中就从二战以后到美国现在呢，标普500每年平均来说年化复合可以为大家提供7%到9%的回报，这是要远远大于通膨的，而且呢非常的稳健因为美国的这些公司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获利能力的，而且这个科技创新也都是走在前端那红色线呢就代表是 VOO 标普500，美国的标普500它要累积到
$400亿的资产管理规模，它可花了1362天，而我们的一档贝莱德的比特币现货 ETF， 它到了400亿的管理规模，它只花了211天。我们还可以跟其他相同的传统金融的标的去做比较，比如说这个 IEMG 呢，它是一档新兴市场的 ETF，那它也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1253天，它才来到$400亿的管理规模。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IEFA 呢，它主要是做除了美国跟加拿大以外市场的这些指数的追踪比如说像是我们远东就是我们这边，还有欧洲，还有澳洲主要是这几个地方的经济指数。那这些 ETF 传统金融他们所吸收的资金他们都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累积到$400亿的管理规模，而我们的贝莱德比特币现货 ETF 它只花了211天，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我相信有图表呢，视觉化，大家比较可以感受到 ETF 它的强度。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